关注爱科技，获取最新案例，我是蒋振林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台佳能 70D 单反相机的维修案例啊。这个机器呢是我一个朋友的，然后现在的状态呢是不开机。那他之前是拿到售后去检修过啊，售后那边说是主板坏了，需要更换主板，然后呢价格会比较高。虽然这个机器比较老啊，他自己呢也不常用，但是呢偶尔也会拿它来拍一些东西，所以呢拿过来给我啊，希望能把它修好。那他拿到售后去检修过，售后说主板问题肯定是换过一张好的主板去测试过了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先夹电啊，看看它这个主板到底有什么问题。夹电有漏电100多啊。然后我们看下开机，按开机键，没反应啊，没有任何反应。那么像这种情况，如果是对于手机的话，一般来说90%都是电源的问题。是吧？一个是电源是 B 加，然后呢点开机也没有任何反应，就这么一个状态。其实相机的主板逻辑的这个部分跟我们手机的这个逻辑其实一样的，包括笔记本电脑差不多啊，所以维修的话基本上是一样。那目前因为它这个壳子这么大，那我们也看不到主板这个情况，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要把它给拆掉啊。这个拆的话呢，可能很多小伙伴不一定知道哈，就是它这个螺丝在这个皮啊被这个皮挡住了，我们需要把这个皮给它掀开才可以。然后底部呢还有几颗螺丝啊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把它拆掉。这个相机的内部呢比手机要复杂的多啊，你看这个排线是吧，各种各样的非常的多，然后呢上下还有这些很多的小板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先把它这些排线全部断开，然后拆出主板来看一下情况。主板上的电源呢，在这个屏蔽罩的下面啊，我们看是这个位置，然后下面呢有一些主控啊、储存之类的。但是它这个主板的供电啊，也是通过一个排线的接口，然后呢是这个位置啊，就通过这条排线，然后呢转接内部还有一个小板，再连接到这个电池的，所以。现在这个情况呢，我们考虑这个电源啊，主要的话我们就去测量这个座子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保护板和电源之间相连的这个座子，看有没有什么情况。好，我们来把这边的组织给它打一下啊，这个是地线啊，像这种的话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啊，你看这个线出来以后是连了一个很大的皮，这一圈都连着，所以这个是地线啊，很好区分，像这种都有用的点。这种都有用的点啊，我们主要测看有没有明显组织偏低或者短路的情况就行了。这个0002啊，我们放大看一下，正常的话这个应该不是地线，看到吗？它跟地线是圈开的，这条是地线，那这个肯定是地，是吧？圈开了，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应该不是地线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测起来的这个值呢？是0002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到吗？0002，如果这个地线的话，它应该是0000啊，所以这个位置呢肯定是被拉低了。然后下一个，39啊，好像也是有点低，那这个肯定也不是地线，是吧？也是有点低的。然后这边是地线，这个是有用的点，但是它是没有组织啊，这样是比较都没关系，主要是这两个有问题，看到吗？一个0002，一个0039。这两个点啊，正好是连这个电源芯片的。那为了让大家看得更直观一些啊，我们给这个点上这两个点上个电，然后看这个电源呢会不会明显探出来，好吧？来，我们上电，来上电试一下。看到吧？非常的明显，是吧？正好就是这个中间啊，电源芯片在发烫了，是吧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先换一个这个电源的芯片，然后我们再试下看。O 不 OK 啊？先把它拆下来。先放点汗油，把这个多余的锡给它清理掉。刷干净。然后我们拿一个芯片，给它注入灵魂，看一下这个型号应该是一样的。
这个批次不一样啊，但是东西是一样的，都是这个 K6MP。这个芯片你还别说啊，挺贵的。虽然这个老了一点啊，可能物以稀为贵吧，这个要破百啊，100-200块钱一个。拿一个网。好，来上漆。然后把这个多的细珠给它搞掉啊，因为我们拿的是不规则的那个万用网，刷子，好，可以了。中间这个呢也可以给它铲掉，这个点不需要的。再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连珠子的地方，有的话要搞掉，要不然一归位啊，它们就粘在一起了。OK 了。OK， 完美。这里有个毛啊，把它搞掉。啊，很细很细。好了，我们开始装。先放点油。OK， 轻点啊，先对准位置。好，可以了啊，我们再挪一下。好 ，OK， 回位了啊，推一下。好。好，我们再确定这个组织测一下啊，270多了啊。这边500多，那么两个都上来了。那因为是现在还有一点余温，所以它的组织呢会稍微低一点啊。这个温度冷却了以后呢，它就会上来了。那我们装机测试一下。哎，来了啊！我们来拍照试一下。切的这个模式，对吧 ？OK， 夸夸响。OK， 那么通过刚才更换这个电源芯片哈，这个机器呢就是修好了。其实修主板呢还是比较简单哈，你说换个芯片啥的都比较容易啊，主要是这个拆装还是比较麻烦的，什么各种各样的排线啊，是吧？然后还有里里外外的这种东西，对吧？相对来说哈，这个拆装我觉得可能比这个修主板还要麻烦点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是蒋德林，关注爱科技获取能力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台佳能70D 单反相机的无线力啊。